在前面搬了半天公孙离，而且公孙离的话，两边都是在的，看放出来的话，一击要不要一拿？杨戬，TD 应该是鲁班纳什，主要是这第2版。现在公孙离见到这个戈亚也有点烦。好在两边戈亚都用过了。是的，鲁班纳什，鲁班纳什，苍，那就就是告诉公孙离明牌了呀。是的。9AG因为他整个之前的实力的强度，他 BP 基本上是很堂堂正正的一个状态，就我要啥我明白的告诉你。他之前甚至选的时候，有时候阵容，不一定是那么压制，但他靠个人能力，他靠整个队伍的实力都能吃下来。对，是这种风格。TDG 也没有选择办公孙离啊，搬掉了。同业最多情，一舞既相思。 TDG 应该有这准备。把 TDG 会不会去拿裴行虎？他们是有裴行虎的。搬了凯。血战到底！关羽先拿，公共英雄池，怕一击要3楼去抢。阿古朵，这样的话，看要不要摇啊？我感觉这手出应该是会得打野位，因为他没有选择直接点老虎嘛。是的，你不可能说我在后面选老虎肯定要被ban。越是恐惧 ，AG 这里也没有少资源去配云诺千山了。狂铁。 双面的强度很强，空空尔，万物归第5局选到这个阵容，实属不易。对，现世前面省了多少？对，怎么个事儿？老虎要不要？就搬了凯了。主要是如果老虎的话，阿古朵就名牌发育路了。给我一个目标，守约啊，还你一片寂静。就直接让阿古朵走打野位，守约来稳一下后期。这把如果选单车的话，这个团战的生存环境。 根本活不了。其实这是大家看到前面很多像小雪啊的数据图各方面，其实也会觉得可能对抗，但其实，在打到 AG 这支队伍的时候 ，TDG 也不太愿意把射手的轮次往后放，除非特别是射手选掉一些之后，你打到一诺这样的一个射手，当他拿到这种比较强势的射手位的时候，你前3楼不锁英雄，搬一轮再下来剩给你的那个，你拿出来线上很痛苦的，根本对抗不了。TDG 其实也并不愿意 ，TDG 因为是喜欢他给你。 打一些前期的这种的博弈的，对小雪本身的风格偏向于前期发育，后期团战在整个环境下面去补一些输出。他其实，在前期一诺是正儿八经前期线上给对抗的。后续 TDG 是搬掉了海诺、海月，但这个镜没有处理哦，苏烈，看最后一班 ，AG 这边是为了公孙离处理掉了小乔还有苏烈。 这个镜到底搬不搬？哦，圆坦还是拆了坛野？看一下 AG 的最后一班，确实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手幅，叫一诺，你不敢跟我 solo 是王不见王，还是你逼我疯吗？很有意思啊。张良，怕4楼直接抢张良。 因为自己的辅助已经出了 ，TDG 中辅，这一把在日之塔上，嫦娥祈求夜晚的神灵。其实感觉这把 TDG 来说，真机会更好一些。真机弹，包括说有空空儿的一个分身，能够弹到对方的后排。 选择嫦娥，感觉这个嫦娥是防对面出火舞的呀。就 AG 你4楼别拿火舞了，你拿火舞就嫦娥在这等着你了。对胜利的渴求，一星直接开，主动开团。这把AG的开团点很多哦，一星空空啊，少点输出啊。许多人曾讨论蓝，哎，这把蓝还真不错。阿古朵啊，嫦娥是的，就容易就是被嫦娥留个技能给定到。 但这把的蓝的性价比一定是，就容错率一定很高的。这把蓝应该是一个半肉的蓝，就是肉刀暗影战斧是纯肉。看 TDG 的最后一楼，盾山在这儿等着呢。等会儿有说法吗？有说法，真有说法。哦，鬼谷子有说法吗？我感觉啊，哪个有说法一点？盾山会更好一些。因为其实 TDG 它
爆发整体是不够的，就鬼屋子拉过来，前面你爆发其实不太能够秒掉。这是什么游走位上三宗？其实我感觉这3个盾山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哦，最终锁定了东皇，咬蓝，就东皇大招盯一个，嫦娥一技能盯一个。他这个有点像，就是威胁你不让你进场。对，就是纯为小雪的后期做一个保障的。前面这个阵容伤害是非常低的，不让你进场，我感觉不让你咬。我感觉最后应该是，就可能指教这边问了一下九星，你觉得这3个哪个最好？这个是个保大哥阵容啊，对感觉。其实就是今天小雪跟一诺都有那种填满数据表的图，应该都是拉满的。但其实两者风格是不同的。就 AG 很多年前是4保1大户，但其实在这赛季的时候，我们讲过很多次一诺的8芒星图，其实他们现在不是个这种模式，不是这种模式，他们也不是说什么前期拖发育保射手，当然有的阵容需要，但大部分情况下，其实他们更倾向于让射手提前出来做事。就一诺反而是在他前期的一些场面控制这一栏，包括前期进攻这一栏、中期这一栏，其实都拉得很高。他跟正常射手的那种8芒星图不一样，加上他们换线对抗各方面特别多，他其实是把射手的对抗性往前提了的。对，但 TDG 其实现在更，他虽然前期进攻的猛，但其实他某种程度上他保障射手发育这一行，他做的是很多的。其实他也更多的会把自己的一些资源，包括对抗性，在射手位置降低，让射手去更好的发育。就 TDG 前期的中野的节奏占比会多一些，是的，加薪去对方野区搞节奏这一块，他是承担的比较多的，所以他会更多的提供给射手更好的发育环境跟一些团战输出空间。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一味的去直接做对比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耍流氓。对，就这个嫦娥和东皇2个点，一个是防你术火舞，一个就是保我大哥。对。已经很明显了，能让小雪安心打团的时候的一个输出，这就很相信队友了呀。一个是提供给你沃土，你好好发育，好好输出；一个是看情况决定自己的位置。蓝色方成都一商会，红色方广州 TDG， 双方比分2比2，决胜局。全军出击。青青应该这边正常抢中左。马眼这边没亮。哦，中医一级很细节，他是躲在了小野坑里面，但这波还是要被东皇发现，就硬找你位置。因为刚刚其实，在马眼必亮的时候 ，TDG 觉得蓝这边可能是红开，强行骚扰，硬耗血量。是的。难受，真难受。可能要反一组小野哦。这边其实也是为了变相的去给嘉兴拖延时间。你现在问到全联盟打野位选手最讨厌的队伍，可能都是 TDG。就无论阵容优劣，都得搞。都要搞我的野区。小区这边直接追，一血到手。你派了很多的兵力来进我的野区，但你的下路就是一个人了。对。这样的话，小雪很难受啊。这一波线感觉一个都吃不到。但其实这个是对的。其实 AG 这种，哎，等等，大帅换位，但应该也要被留了，有点难受。技能 CD 应该挺慢的，走不掉了。像还行，吃了个头。哎呦，上路一打起来，再来一个，这伤害应该不够了。都在不停的搞事啊。当时心想，还不如就给前面的俩。两位看好 TDG， 则看好 AG， 还想打，在等嫦娥的一个支援，但这波这个能量条有点慢，想留狂铁，顶，嫦娥有4的，定到就死。过来，哎呦，渲染有点撑不太住，还好，大招放完了。是的，极限，中一，嫦娥这边是有闪的，直接交闪，不给你1星2技能的机会，很果断。对。这把大帅倒是一直在线上施压啊，他就是他想法非常明白，就是你要搞上半区，你要搞野区，我跟你对着搞是没意义的。那我要打你的症结，你喜欢保射手平稳发育，你不来我就拼命的搞你下路。对，就变相的会把东皇给逼回来，就压死你。我这样围就这样，你回不回来？你不回来我打死你射手。你回来我野区就安全了。是的，这种解压，就一味的守是守不住的。要打对面的薄弱点。对。就你有你的进攻项，我有我的目标。东皇4级了，
但其实东皇应该打村的时候挺烦空空儿的，是的，这个极端的控制啊，容易被白白耗血。不好下口。哦，一行之大招，光影侧推推两个，哦，但是一锤子拍起来，就角度不错，但是阴差阳错的进了一星的大招里面。是的，一头撞进了马厩。前面两波的碰撞是 AG 这把更占优了。 AG 火气也被打起来。对，这把 AG 就是标准的212，是的，就是空火儿这边跟公孙离一星每波就直接放线给蓝吃，就是你要搞野区，我2条线拼命跟你干，他总有自己的进攻思路。你不来我打服你。对，是这个想法。把你人逼到线上来，不准进我的野区了。这样其实双边的经济拉的也比较多，狂铁领先600，公孙离这边领先首页500。就东皇一旦被限制到线上，真英雄就很难发挥它的作用。其实开局那一下，就那个东皇进野区的样子，你都会感觉你的另一个 buff 没了。如果是在排位，看这波侧推，哎，长生的这个2技能很关键。是的，他做了一个小预判，位置放太好，然后直接一推到了一星大招里面。第一条暴君，但狂铁这边来的有点慢哦。中野应该直接放了，不要了。有个东皇在，不太好要。加试看到，过去就被咬。这5把的第一条暴君好像都是 TTG 的啊，记不太清了。他们对于整体的一个资源控制率非常的强势哦，这就是他们的暴君控制率排在第一的原因。三分球闪现，卡罗伞位置，一诺直接往后包，就是我不好走，东皇在追闪，再调位置，大招往前推，换位不给走啊，这波没办法了，被我卡个东皇没地方跑，还有个阿古朵挂减速，对，他只能选择第一时间回头去看能不能击杀掉小雪。3面的包夹，这波也是能逼出了 TTG 2个闪，这波东皇可能被迫要吸了，还一套吸了，自己要交代了，结束，被吃掉。蓝这边能不能刮掉？综艺自己的血不是很健康，加薪反拿掉了综艺的击杀。就东皇第一时间不敢吸，是因为队友不在。后续他快死的时候只能吸了，是不得不吸。对，因为他再不吸他就死了，只能说去强行补一段控制的时长。这关羽身上没有个蓝啊？他是不是抢到了？直接去反了对方的蓝 buff， 应该是哦，青上有个蓝 buff， 他应该是反到了，因为刚刚一直在看正面的一个团战，没太注意。渲染经济第一，有点不常见了，足以见得双方发育路打得有多凶。因为这把狂铁一直在自己的线上，对。上路也不能守，有个东皇，换半区了，拍一下换位，再留，光宇走不掉了，3动尝鲜接台，这个好几个大招，小控制太多了，献给青青，根本走不了。对，感觉青青得把鞋子给换了，小控制太多了。那还是护甲鞋，现在还是个护甲鞋，下波一定得换。空儿一星阿离，他可能大招刚点完，这个能量条一直不会处于满的一个状态。是的。整体的经济差还是差在了对抗路上，其他的经济是基本上差不多的。中路这边也场领先了一些。塔破了，还是缓慢区节奏。等下看一诺，等会儿拿红之后怎么玩？他这把其实消耗的时候得小心的。是的。阿古朵丢的一技能，嫦娥的一技能，加东皇的一个闪咬，很多技能他都不能吃。对，往前挤。红区的话，这波 AG 看来比较近哦。一诺手里有红，阿古朵砸了一下，3头线直接炫。9线侧面想咬人，第一时间咬不到，点几下根本不管，就是咬。看一下青青的位置，咬不死人，没有办法。中一塔没破，位置不太好绕。这波长生的闪开很果断。是的，再往前压制，想试看反红，但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极限。被嘉欣跑了下来，
推大大帅应该走不了了帅深陷重围，拖延时间了。没错，这波七恐惧长生的一个闪现大招加框，是直接把团开了起来，导致在9星的位置出现在了一个很尴其实尬的位置。刚才那个位置，双方也收不了手了。轩冉刚才应该是轩冉被咬住啊，AG 也不停了，就打，反正刚才东皇血量不太健康，是的，长生被等会儿这么打出来，能不能烫死？差一下，很极限，嫦娥闪现一技能，又引到黄铁火起来，，但是轩冉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了，被激活。又反打了。是的，然后另一边，蓝应该是被东皇看到了的，在等队友。但9星在等队友，远了一点吧，再赶再赶。哦，没着急，远了一点，远了一点。他知道这波就算吸了，他咬了队友也来不及，跟不。上。拆个中医，哦呦，一诺被踩，直接秒了。是的，一瞬间的激活，三人再追进一顶，这不要接连掉点吧？大帅刚出来啊，下一刀调了一下位置，又死了。这短短的1-2分钟里 AG 到了多少个头？就是从那波 AG 进完 TTG 的红区之后 ，TTG 反打了3波。环境好差，就先从嫦娥的那波2塔隔墙一闪开始，后续就是看到了蓝反了自己家的蓝 buff 之后，完成了一波追击。就 TTG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波能跟 AG 打架的机会。这个经济曲线哦，反超了。本来前中期一直是 AG 的一个小领先，这样10分钟龙潭又不好说了。是的，等一下想去抓中艺，终于是肉刀蓝加反甲，走掉了其实战斗力还是很强的。好在狂点这边是在一个半区的，他现在还是经济1号位，全主要他场的1号位。他这把得把东皇大招骗出来之后才能进去挂，不然他如果第一个吸的话吃不住。但有意思的就是几次大其实逼出来的都不错。其实这把的9星的东皇没有说真的能很舒服的去咬。对，第一波在下路是被咬，刚才那个位置是被迫找了个人咬，咬完之后甚至没停手。基本上都是长生一在有闪的时候，他会主动去开东皇，是的，把东皇的血量下到半血以下，然后让你直接打。不得不吸。但打死之后，其实反而是 TTG 后面追着在杀。是的，这波轻轻漏视野的话，这边得拉扯，得等一下关羽了。这个地形其实还得看长生，他的一个2技能和大招怎么释放，以及能不能先骗出东皇的大招。关羽已经侧面靠过来了，东皇做的是救赎啊。哦 ，AG 又来了，就是 TTG 轻中，我过下，对，一人一波。思路一致。但东皇在这个小草里面应该是看到了，被发现了。那关羽这个位置侧面进来，兵甲找一回来诺一刀，他那个位置蹲了很久很久，轻轻啊，他蹲了好久了。再一次站了出来，蓝进场被推一下，大招被带回来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龙得给踩一脚。长生这边是有点闪的，危险，空花大三斗招藏先打断腿断一下，拦进来旋不动，再找角度，调自己刀的角度，但劈不出去。哇，这一刀是不是打出了一星的被动啊？不得不说，这一波轻轻的关羽很能忍啊。是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东皇地线没在那个位置动手。对，他应该是2技能踩一脚，然后直接兵甲带过来。对，因为一诺现在，哦，一诺是攻速鞋，还没换鞋子，被控的比较久。防不胜防。就我觉得现在 AG 打团得让一个人直接去卖，对，最好就是长生这边闪现大招框路之后，渲染可以直接进去卖了因。为你正常去碰撞的话，就是算公司离这里前面聊了，嫦娥、东皇，因为 TT 就是你不进来，阿库我东皇不吸，但对， AG 一定要主动出去，就逼东皇来吸就他们你得有个人，前排你，得有个人凑上去跟他说咬我。必须你过来咬我，我要把这个团给开起来，不然这样 AG 其实很难破局的。这每一波东皇藏在草丛里看着你。对，就是你也不出手，就现在选东皇出来都不是为了先手，嫦娥闪现拉动手开，框一下，关羽侧面进场，4个人正中间扛了一套拉出来，这么找角度渲染扛不太住了，这边感觉要留啊，咋发位一狙，哎呦挡住了长生挡，了一枪。长生在帮渲染挡。那这样的话 ，TTG 可以回去动龙。上次看到的其实也是，就这个英雄的存在，他不是为了主动出去咬你，这是为什么现在东皇你看他都不着急做奔狼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知道现在只要保好守约，安稳的输出，他就是他的第一目他标，更多的时候选出来是为了限制一些进场的英雄。就是你别开，我也不开。之前上次我们看到是为了限制不让老虎往里扑。哎，等一下，吃进来到了蓝，是的，伤害不太够。第一波没能够咬死，这波是 AG 的机会吗？
动手打了一套9星先倒，狂点没闪的，是的，侧面一诺在找位置输出，被阿古朵砸了一下，关羽进来想踩，被一诺躲开，拉开了。环境好差。这波刚刚9星是没交闪的情况下吸住了中医的蓝，不知道有没有回放啊？但毕竟这把中医是一个肉状的蓝，很硬，对，能够抵得住第一套爆发，而且当时第一时间 TT 人在秒龙，他就一个暗影战斧，其他全肉。这波中医塔不太能压的，没有关羽的位置，这样的话是能够拖到9星那个复活。还要等下一波了。主要这还不好绕，有个守约这样的英雄，得让空环慢慢的去探。对，只能打正面团战。正面团战现在感觉有点吃力。在一区，这样的话看到了上路中医漏视野了，这个下塔应该 AG 放掉了。但上路这波龙兵还能再找一波视野，这波应该转上路了。然后把3路线一旦准备下一条暗影暴击，不知不觉小雪已经5件装备了。对，现在情况是团战一诺不带有输出，然后加上中义如果第一个进去要吃咬，现在变成整个这种感觉，一旦打起来伤害都有点跟不上。对，就公孙离是不太敢随便上去输出的，飘的太危险了，能金汤的人打的人太太多了。就 TDG 这个阵容对一诺的公孙离很尊重，非常尊重。TDG 想抓龙，速度很快，应该来得及，嘉欣拿下。对，这样的话 ，AG 还得再拖一会儿。这把嘉欣也是一个双主动啊，血魔加反甲，我说你打不打他呢？这真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。小雪最后一件应该是一个逐日了，现在已经完全的成型了。看后续3线卡的好不好。3线的话一定要慢慢的去卡，不能太着急。这波得压的，不然暗影暴君buff就要拖过去了。对，还有大概40多秒的时间，得压一波。一诺逐日，兵线马上进来，中义在找位置，那个位置前面横跟着一个守约的野，但东皇一直卡在守约的身后，就怕难进来。动啊！，对，是的，青青这边被断马腿了，阵摆好了，就是要卡死在这里，兵甲断这两个一下，但青青自己拉出去了，他没有倒，救赎给了一下。蓝的位置又被找到了，就正面有阿古朵和关羽，后面就留给东皇，目的很清晰。这东皇打的其实现在很轻松，就蓝现在在东皇有大的时候是不太敢直接绕后的，没错。慢慢的找啊。这波 AG 想出来接，蓝从侧面想包，他已经准备要被咬了。按吸住了，小雪住侧面被秒，了。小雪被长生直接带走，抬了一手，一诺终于能追着打一波了，点掉了9星 ，AG 又打赢了一波，很突然的团战，直接一个伞的位置躲开拉古朵的大招，再往前追。哥斯应该走不掉了。是的，但另一边青青青只能赶紧带线，是把中下的线全部断掉了，这样的话 AG 可以直接动这条龙。突如其来的一波开团，这波应该是抓住了 TDG 想回去整理野区的时候，长生往里压，对，直接往中国挤了一波。其实那波其实在 TDG 的视角里面都没反应过来，所有人都动了，第一时间然后中义从侧面夹过来吃你的技能，导致小雪第一时间大招是下意识的往左边放了一下。对，想先破高没问题，让中义一个人 run 龙，上高也破掉。这种对于 TDG 来讲是很无奈的，就是所有 TDG 观众看着 TDG 这局优势无限大，甚至已经是一个铁桶阵破不了的情况下，哎，就是莫名的一波团战给你撕开了，对的，抓机会能力，选手的个人能力。中义这波也能拆，一心打到 B 个位置快速破塔， ，AG 打赢一波。等一下，关羽又是一个兵甲，碎星锤掏出来之后，一个兵甲回推，又是轻轻的破局，抓住你上一波闪开的时候，防不胜防啊！一人一波啊。这样的话，下一条暗影暴君的刷新
长生是赶不上的，有点赶不上了。AG 好像很难看。 AG 得感觉把龙兵放在上路拖延时间。长生这边换了极步之靴，要赶下一条暗影暴君的时差。有点勉强吧，正面的 AG 得拉扯，拖一下，拖几秒。哦，正面 TDG 得 AG 得拉扯，对。龙兵应该放在上路。长生是个很重要的一环，AG 打团要想打赢的话，长生太重要了。这个龙的话 ，TDG 得直接 run， 一定要打好这5打4的人数差。要快，对，一定要快，是绝对不能被拉扯。可以拿完龙再回去管线侧。面给技能卡位置，想试试看。没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又是一波抓单，化解了前面那波 AG 拿完暗影主宰的机会。但这样很果决，就是真的很果决。这个地方你但凡犹豫一下，我们之前说到看到很多有些队伍会在这个地方犹豫一就下，拉扯，一心就赶过来了。是的，赶过来就结束。你再想开就不好开了。是的，你再想开，你上面兵线就是你亏。就你到底要哪个？对，犹豫就会败北。这样的话又来到了 TDG 的回合，一人一波，这攻防转换有点快，说实话。发路边线你带好了。大帅这边是直接穿了个复活甲在身上，中医也穿着呢。那应该就做好了就进去卖的准备了。那这把其实大帅放完大就可以直接去吃大了看这把这。个守约环境有多好，5件输出装捏在手里，基本上其实他不太会被摸到的。刚才那种团战，那真是开的太好了，就有点意外。正常来讲是摸不太到的。对，只能说 AG 冲的太果断了。对，兵线送进去，那个以刃无尽，破晓末世逐日。阿古朵大招打一下，哇，嫦娥这一下，都有点顶不住，血掉太快了。这输出环境天壤之别。但好消息就是龙王刷在了下路，但是 TDG 的上高位破了，对于 AG 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分清。暴君拖过去了，但 AG 下波还得再断一波线，这波线得5个人一起断，他们断完这波线才能去中医龙的视野。兵甲他这把是3防装，卖鞋，就鞋子换了一个，相当于鞋子换了一个兵甲，然后最后一件是给了复活。右刀找嫦娥，嫦娥被带了回去。炫神龙之前找个机会侧面关羽，人群中侧推一手，然后被一诺推断，一诺再找位置输出，拦进去炫了2套，还在里面刮但是刮不动，东皇一口咬住，复活站起来，长生给了个大招圈住，但输出在哪里有点难找，中医先没了。侧面夹心拉出来，狂姐这边顶住，有复活，是的，但是中路位置赫兹也在顶，大家轮番顶，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，换复活甲，长生搂不住了。关羽调了一下位置，手里有复活，卡住位置一脚踩进去，找一诺自己复活站起来，但赫兹已经抓住一诺，最后的血量打掉 ，TDG 打了一波零化还武，是打不过啊！这个团战，下路有兵线，就已经使尽浑身解数了，但是团战就是感觉打不过。这一把无数的复活甲、无数的兵甲都在持续的发力啊！没错，每个人几乎都把复活掏了出来，最后推到去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。就最后还是这个感觉。